起点，我们以为熟悉的天空其实是尺度的陷阱。在这支影片里，我们要做一件很危险但也很痛快的事，把你对自己在宇宙中有多重要的直觉从根本上翻新一次。我们会一路把镜头拉远，远到你会开始真正感受到地球到底有多小，不是拿它去跟太阳、木星那种比大小的游戏而已，而是看它在宇宙尺度下小到几乎像是要消失。多数人其实没意识到，地球不只是小，而是小到令人语塞。你很难找到一个刚刚好的词，既能描述它的伟大，又能描述它的渺小。等这趟旅程走完，你会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看待我们的星球，也重新看待你自己。地球的刚刚好，水、空气与生命的窄窄窗口。先从地球本身说起，我们的家园，我们每天踩在脚下的世界。只要你把视角放在地表，地球确实大得不像话。你就算用一辈子去旅行，也不可能把每个角落都走透。大陆绵延动辄数千公里，海洋更是直接覆盖了地表大约71%的面积。珠穆朗玛峰高达约8850公尺，像一根插进云里的针。对早期人类来说，这一切就是全部，地球就是宇宙本身。头顶的天空像一个挂满灯的穹顶，脚下的大地平坦无垠，向四面八方延伸。这完全符合他们当时的直觉。你眺望地平线，看到的就是平的。其实地球的弧度非常细微，只有到足够高的高度，你才会真正察觉它是个球。地球赤道直径大约 1.27 万公里。如果你想沿着赤道走一圈，就当你能在海面上行走，以每小时约 4.8 公里的稳定步速前进，总路程约4万公里。你每天走8小时，你知道要走多久吗？大约3年多。光是想象就已经觉得腿在酸了。从人类尺度来看，地球当然巨大。再换个算法，地球表面积大约 5.1 亿平方公里。如果你异想天开，每1平方公里都要去，而且每个地方只停留1秒钟，你也得连续走上16年左右，还不能睡觉，不能吃饭，不能停下来。而像美国这样面积非常大的国家，也大约只有980万平方公里，不到整个地球表面积的 2%。 站在地表，世界很大，但地球这颗球本身其实已经在悄悄缩小。月球，离我们最近的镜子，照出地球的大小与孤独。当你把镜头稍微拉远，开始把地球放进太空的背景里比较，它就开始缩小。不是物理上缩小，而是意义上的缩小。地球不再是万物中心，它只是众多天体中的一颗。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是离地球最近的邻居月球。月球绕地球的平均距离大约 38.4 万公里。以人类标准，这当然很远。阿波罗太空人去月球大约花了3天。月球本身直径约3475公里，大概是地球直径的 27%。 所以月球确实比地球小，但没有小到像芝麻那种程度。你可以想象，如果地球是一颗篮球，月球差不多像一颗网球。可真正有趣，也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是距离。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大约相当于30个地球直径。也就是说，如果你把30个地球排成一列，差不多才刚好填满地月之间的空隙。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比例都会愣住，因为你看照片时，地球和月球常常被拍得相靠很近。事实上，我们和最近的邻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就是一大段空空荡荡的黑。这是第一个线索，宇宙大部分是空的，甚至在我们的家门口，距离都远得夸张，而且远到一种荒谬的程度。天体的大小跟它们彼此之间的间隔比起来，常常只是小小一点点。地球月球系统在太阳系里其实相当特别，多数行星的卫星都很小，但我们的月球相对太大，大到有时候地月系统会被形容成一种近似的双行星配置。而月球的存在对地球不是浪漫而已，是很务实的影响。它拉出潮汐，你每天在海边看到的涨退潮，是月球重力在扯海水。更关键的是，月球帮助稳定地球的自转轴倾角。如果没有月球，地球的自转轴可能会在漫长岁月中剧烈晃动，导致极端的气候漂移，四季可能乱成一团，长期稳定的环境会变得很难维持。复杂生命要在这种世界出现，甚至长期存活，都可能变得更困难。从地球上看月球，它在天空中看起来竟然和太阳差不多大。注意，这是巧合。太阳的直径大约是月球的400倍，但太阳离我们的距离也差不多是月球的400倍。这个巧合带来了日全食，那种你看一次就忘不了的白昼熄灯。而且月球其实正在慢慢远离地球，每年大约退开 3.8 公分。原因是潮汐作用在地球与月球之间交换角动量。数十亿年前，月球更靠近地球，那时候地球的一天可能短到只有5小时左右。想象一下，你刚吃完早餐，天就黑了；你刚要睡，天又亮了。世界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1969年，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那是一个提醒。当我们真的把边界往外推，人类可以做到的事情会比想象中更惊人。太阳真正的主宰，我们只是它身边的一粒尘。接下来我们谈太阳。太阳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没有光，没有热，地球立刻会变成一颗在黑暗中狂奔的冰冻岩石，而且不会有人在上面问我们从哪里来。但也正是在太阳面前，地球的体积开始变得几乎有点尴尬。太阳直径大约139万公里，约是地球的109倍。它的体积大到可以塞进约130万个地球。请你真的停一下，想象这个画面，你熟悉的一切，每一座山，每一片海，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全部都发生在一颗如果拿去跟太阳比几乎像尘埃的星球上。更夸张的是质量，太阳占了整个太阳系总质量的 99.86%， 其他行星、卫星、小行星、彗星全部加起来只有 0.14%。 这不是太阳很大而已，是太阳系几乎可以说是一颗恒星带着一点点碎屑。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大约 1.496亿公里，我们称它为一天文单位。太阳光到地球大约需要8分20秒，所以如果太阳在此刻突然消失，你会有大约8分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消息还在路上。想象一台以高速公路速度约每小时100公里行驶的汽车，要穿越这段距离需要大约171年，
而人类造过最快的航天器之一——帕克太阳探测器，在最接近太阳时速度超过每小时64万公里，也仍然要花上好一段时间才能抵达。宇宙距离不是很远而已，是远到不讲理。太阳其实是一颗很普通的恒星，分类上叫巨星主序星，也常被称为黄矮星。它大约46亿年大，差不多中年，燃料大致还能再撑50亿年左右，才会进入生命晚期。但普通不代表温柔，太阳的力量足以让你对能源这2个字重新敬畏。它每秒把大约6亿吨氢透过核融合变成氦，释放出巨大能量。太阳在1秒钟内产生的能量，远超过人类文明从古到今累积消耗的总和。这不是夸张，是尺度差距。太阳表面温度大约5500摄氏度，而核心和融合发生的地方大约1500万摄氏度。核心的压力更是高到难以想象，大约是地球海平面大气压的2600亿倍左右。在那里，物质不是你熟悉的固体、液体、气体，它更像是一种被重力与高温高压压到极致的等离子海。太阳还会释放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像是太阳大气层突然爆发时喷吐能量和带电粒子。当它们正好朝向地球，就会在两极附近点亮极光，漂亮的向宇宙送你的礼物。但同时，它也可能干扰卫星、电网与通讯，让你知道文明其实很脆弱。而观察太阳，也让人类意识到，地球不是中心。很长一段历史里，人们都以为我们站在宇宙正中央。直到哥白尼、伽利略这些人用证据一点一点把世界观翻过来，是地球绕着太阳走。那是人类学到的第一堂谦卑课。太阳系的基本规则，距离、引力、轨道决定一切的节奏。现在把镜头再拉远一点，看看地球在更大的结构中到底在哪里。内太阳系是研制行星的家，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它们都聚在离太阳相对近的地方，基本上都在地球到太阳距离的 1.5 倍之内。水星贴着太阳跑，没有像样的大气来调节温度。金星被浓厚有毒的大气包住，像一个失控的温室。地球刚好落在适合液态水存在的区域，火星则是一个寒冷的沙漠，却留下了曾经有河流奔跑的痕迹。在火星和木星之间是小行星带，一个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非常空的区域。那里有数不清的岩石碎片，是太阳系早期形成行星的建材剩料，只是最后没有凑成一颗完整行星。你可能以为那里像电影里一样密密麻麻，飞船要左右闪躲。现实完全相反，小行星带绝大部分是空的，就算里面有数以百万计的天体，它们彼此之间仍隔着巨大的距离。你真的飞过去，甚至可能一路都看不到什么石头。顺带一提，里面最大的天体是谷神星，直径大约940公里，听起来不小，但放到宇宙尺度，它依然像一粒粗沙。再往外，轮到巨行星登场。木星像一位巡视领地的国王，主宰外太阳系。木星直径约 13.98 万公里，大约是地球的11倍。它的体积大到可以塞进约1321个地球，而它的质量甚至比其他所有行星加起来还大。如果木星是空星球，太阳系其他行星全塞进去都还有剩。但即便如此，
跟太阳一比，木星又立刻变得像小配角。太阳的体积大约可以容纳约1000个木星，土星紧跟在后，直径约11.65万公里，体积足以容纳约764个地球。但土星最抢戏的不是大小，而是它那套壮丽的光环，无数冰与岩石颗粒组成的环系，从行星赤道向外延伸数万公里，却薄得夸张，薄到如果把土星缩成篮球大小，它的环会比一张纸还薄。那是一种让你意识到宇宙也会做极致工艺的画面。再往外是天王星、海王星、冰巨星，躲在寒冷黑暗里。它们比木星、土星小，但仍远大于地球。天王星的体积大约相当于63个地球，海王星大约相当于57个地球，而它们的公转周期长得惊人。海王星绕太阳一圈要165个地球年，你在人生中可能看不到它走完一整年。行星之外是柯伊伯带，从海王星轨道往外延伸到数十亿公里之外，充满太阳系形成时留下的冰冷天体。冥王星就在这里，它的直径约2370公里，大概 5.4 个冥王星排成一直线，才差不多跨过地球直径。柯伊伯带像是一座冰冻档案库，保存着太阳系童年的碎片。但即使到这里，仍然不是真正的边界。在更远、更难以想象的地方，还有奥尔特云。那是一个巨大的冰质球壳，像一个包住太阳系的宇宙泡泡。它大约从离太阳2000天文单位左右开始，换算成距离，大概是3000亿公里的量级。最外层可能延伸到接近2光年，也就是大约19兆公里。那几乎是到最近恒星距离的一半。奥尔特云里的天体离太阳太远了，远到几乎不受太阳引力牢牢绑住，更像是被松松牵着的流浪者。我们从未直接看见它们。我们知道奥尔特云存在，是因为偶尔会有长周期彗星从那个方向掉进来，一靠近太阳就开始升华喷发，像是远方寄来的一封冰冷来信。重点是，太阳系非常非常庞大，它的尺度是数兆公里等级，而在这个巨大的结构里，地球只是一颗靠近太阳的小研制行星。如果把太阳的直径缩成一颗篮球，那么地球大概只是一粒非常小的胡椒粒，距离那颗篮球太阳大约8公尺左右。而要在同样比例下展示海王星的轨道，你得用到一座足球场。水星一年很短，但一天长到像一种折磨。接下来，我们要更细致地看这些行星，让你真正感受地球在行星领域里究竟有多特别。先从水星开始。水星很小很密，表面满是陨石坑，几乎没有大气。这意味着没有东西替它挡撞击，也没有东西替它留住热。它的温度变化非常极端，阳光直射处可高达约427摄氏度，而进入黑夜的阴影面可能掉到约-179摄氏度。同一颗行星像是同时住着熔炉与冰库，而这正好反衬出地球的大气层对我们来说不是背景，而是一套保命系统。相较之下，我们的温度起伏其实小得惊人，因为我们被一层看不见的薄膜保护着。水星绕太阳跑一圈只要88个地球日，听起来很快，像是宇宙里的短跑选手。
但别急，水星有个让人很难适应的怪脾气，它自转超慢，所以在水星上，你从一次日出等到下一次日出，得等上176个地球日。换句话说，水星的一天比它的一年还长。想象你住在那里，你的人生可能过了很久，太阳却还在同一个白天里慢慢挪动。时间不再是早上、中午、晚上那种节奏，而像是一段超长的光与暗的拉锯。而这也意味着，在没有后大气层的保护下，同一个地方会经历超久的曝晒、超久的冰冻。那不是天气变化，那更像是行星尺度的烤箱和冷冻库轮流开机。金星，地球的孪生外表，地狱般的真相。金星常被叫做地球的孪生兄弟，因为它大小跟地球很接近，但相似之处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你要是把它当成另一个地球，那真的会是致命误会。金星的大气层非常厚，主要是二氧化碳，还飘着硫酸云。最关键的是，它厚到可怕。金星地表的压力大约是地球的90倍。那是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你在地球海里潜到约914公尺深的压力。你站在那里，不是呼吸困难而已，你会像被一整片海压住。更可怕的是温度。金星的温室效应强到失控，地表常年维持在约482摄氏度左右，这温度高到足以把铅融化。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金属当成安全的象征，在金星上它会像蜡一样软掉。而且金星甚至比更靠近太阳的水星还热，这就是失控温室效应的示范。距离太阳远一点也没用，重点是你把热困住了。这对我们而言是一张宇宙级的警告牌。大气层可以是保护，也可以变成牢笼。金星还有一个更离奇的怪癖，它的自转方向跟大多数行星相反。从北极上空看，地球和多数行星都是逆时针转，但金星却像在跟大家唱反调，顺时针旋转。为什么？到现在仍没有定论。有人猜它在远古时代遭遇过巨大撞击，被撞到翻身。而金星自转更慢，金星的一天大约等于243个地球日，再加上它绕太阳公转的节奏，会出现一种很诡异的景象。在金星上，太阳竟然会从西边升起，从东边落下。你每天熟悉的东升西落，在那里完全颠倒。火星，曾经有水的世界，为何变成冷寂荒原？火星比地球小，但在很多方面，它反而比金星更像地球。它有由水冰和干冰冻结的二氧化碳组成的极地冰盖。它也有季节，只是因为火星绕太阳一圈要687个地球日，所以它的四季节奏大致会比地球拉长很多，像把一年放慢到接近2倍的长度。更令人着迷的是，火星表面曾经有液态水。你从轨道器和探测车的影像里，能看到古老的河道、湖床，甚至像三角洲一样的沉积地形，那种水曾经在这里奔跑的痕迹，太明显了，明显到你会忍不住问，那它后来怎么了？答案是，火星失去了大部分大气层。没有够厚的大气，液态水就很难在地表稳定存在，不是冻住，就是蒸发掉。如今火星的平均温度大约是-62摄氏度，赤道夏天白天有时会短暂高于0摄氏度，但到了极地冬季，温度会掉到极端的低值。
再加上火星大气极稀薄，地表气压不到地球的1%，你基本可以把那里想成接近真空的寒冷沙漠。那火星为什么会失去大气层？第一个原因是它比较小，引力弱，留不住气体，比较吃力。但更致命的原因是，它失去了磁场。地球的磁场来自地核内熔铁的流动，像是一个看不见的盾牌，把太阳风带电粒子流大部分偏转开。火星曾经也有磁场，但核心后来冷却凝固，这个发电机停了，盾牌一消失，太阳风就像常年不断的砂纸，在数亿年尺度上一层一层把大气磨掉。所以你今天看到的火星，像一个差一点就走到宜居的世界，可惜在关键时刻失去了保护。火星的2颗小月亮，一颗正在掉下来。火星有2颗小卫星，火卫1和火卫2。火卫1特别戏剧化，它直径大约22.5公里，绕火星非常近，近到它在一个火星日里能绕火星跑3圈左右。你抬头看天，它不是慢慢移动，而是像一个匆忙的影子不断掠过。更惊人的是，火卫1正在缓慢向火星螺旋式靠近。大约5000万年后，它不是撞上火星，就是被潮汐力撕裂成碎片，可能形成一圈短暂的环。火星也许会拥有它自己的迷你光环时代。小行星带真相不是电影的石头雨，而是巨大的空旷。火星和木星之间有小行星带，很多人脑中会浮现电影画面，飞船穿梭在密密麻麻的巨石阵里，左右闪躲。但现实恰恰相反，小行星带非常空，它确实有数以百万计的岩石天体，可是彼此之间的距离巨大，你真飞过去，用肉眼可能一路什么也看不到，你得刻意去找，去对准，才可能真的遇到它们。小行星带全部小行星的总质量加起来也不到月球的4%左右，这些碎片像是行星建造工程剩下的材料，本来有机会组成一颗行星，最后却没能成功。其中最大也最有趣的是谷神星，它因为自身引力把自己拉成接近球形，被归类为矮行星。谷神星直径约946公里，差不多跟德克萨斯州的宽度量级相近。NASA 的黎明号探测器在2015至2018年间造访它，找到了可能与地下冰或盐水活动相关的线索，让人怀疑它的地下可能曾经或仍然存在某种含水环境。换句话说，小行星带并不是一堆无聊碎石，它是一座保存太阳系早期历史的仓库。木星、重力巨兽、吸尘器、盾牌也是威胁。木星的存在感几乎是用引力写出来的，它的质量大到会影响整个太阳系里彗星和小行星的轨道。你可以把它想成太阳系的引力枢纽之一，某种程度上，它像宇宙吸尘器，会捕获或偏转一些原本可能威胁内行星的天体。所以有些科学家认为，木星的存在可能对地球生命演化很关键。它未必是温柔的保镖，但它可能在漫长年代里降低了某些毁灭性大型撞击的频率，给了复杂生命喘息与进化的时间。木星最著名的地标就是大红斑，一个巨型风暴，规模曾大到能塞进好几个地球。这个风暴至少已被观测了100-200年以上，而且还在转。风暴边缘的风速可达每小时约644公里，像是一台永不停机的行星级飓风发电机。
而它正在缩小。它曾经大到大约是地球宽度的好几倍，如今缩到大约 1.3 倍地球宽度的量级。假如这个趋势持续，也许在未来某个世代，大红斑可能会逐渐淡出，变成木星历史的一段传说。木星的卫星也多得惊人，目前已确认的数量是数十颗，甚至超过90颗，而且望远镜越强，名单还在增加。其中最有名的4颗伽利略卫星，每一颗都像独立世界。木卫一，太阳系火山活动最狂的天体，表面不断被熔岩改写，像永远在施工。木卫二，表面冰壳光滑，却满是裂缝，冰下可能藏着全球海洋，水量甚至可能超过地球海洋总和。木卫三，太阳系最大的卫星，甚至比水星还大，还拥有自己的磁场。木卫四，布满撞击坑，是太阳系最古老、最保留原样的表面之一。土星，外观最震撼的行星，像戴着一顶超现实皇冠。如果说哪颗行星最适合当宇宙海报明星，很多人会选土星，因为它的环真的太不讲理了。土星环由无数冰与岩石颗粒组成，从沙粒到房屋大小都有。环系大致从土星云顶上方约6900公里延伸到约121000公里，但它薄得夸张，多数地方厚度只有约9公尺。你没听错，这么巨大、这么壮观的一套环，厚度可能比你住的楼还矮。土星环的年龄至今仍有争论，它可能跟土星一样古老，追溯到46亿年前，也可能比较年轻，只有几亿年，或许是某颗卫星被土星引力撕裂后的遗迹。科学家还在吵，因为每个证据都像拼图的一角，还差最后那几片。土星的卫星也多到惊人，已知数量超过140颗。其中最大的泰坦，比水星还大，而且是太阳系里非常罕见的存在。它有浓厚大气层，泰坦地表气压大约是地球海平面的 1.5 倍。它的大气主要是氮气，跟地球相似，但还含有甲烷。只是那里太冷了，液态水不稳定，所以泰坦的湖泊与海洋不是水，而是液态甲烷与乙烷。你可以想象，在泰坦上，天上会下甲烷雨，雨水冲刷出河道，最后流进低洼处，形成湖泊和海。这让泰坦成了太阳系里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除地球外，我们已确认它也存在稳定的液态天体，只是液体的种类完全不同。另一颗更让人心跳加速的是土卫二，它直径只有约504公里，不大，但它在南极会喷出间歇泉，把水冰与微粒喷到太空中，喷发高度可达数百公里。卡西尼号探测器曾飞越这些喷流，探测到与生命相关的有机分子讯号。于是土卫二被推上舞台中心，它成了太阳系中寻找生命的最佳候选之一，因为那可能是一座地下海洋，正在对宇宙泄密。天王星，侧躺的星球，42年的白昼与黑夜。天王星最怪的地方是它几乎是侧躺着转，它的自转轴倾斜约98度，结果就是它的极点有时几乎直接指向太阳。在天王星的夏季，一个极点可能会连续42年沐浴在阳光下，到冬季又会连续42年陷入黑暗。想象一个世界，你的一生可能在永昼或永夜中度过大半，
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宇宙生活。为什么会倾斜成这样？最主流的猜测是，太阳系早期它可能遭到一个巨大天体撞击，直接把它撞歪，而这也可能解释了它的磁场为什么同样很古怪，不止倾斜，还偏离行星中心，像是一个装歪的指南针。海王星最远最快的风，天气比想象更狂野。海王星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它绕太阳一圈要165个地球年。这意味着，自从它在1846年被发现以来，到今天为止，它绕太阳转完的圈数也不多。你可以说，人类其实才刚开始真正认识它。海王星的风速可以高达每小时约1930公里，是太阳系已知最快的行星级狂风，而这些风会组织成巨大的风暴。航海者2号在1989年看到一个叫大黑斑的风暴，但哈勃在1994年再看时，它已经消失，换成新的风暴登场。那里的天气变化快速又难预测，像一个永远不稳定的深海蓝色锅炉。海王星至少有10多颗卫星，其中最特别的是海卫一，它是逆行的，公转方向跟行星自转方向相反。这几乎等同于在告诉我们，它不是原生卫星，很可能是后来从柯伊伯带被捕获的外来者。而更戏剧性的是，海卫一正在慢慢往内掉，长期下去，它可能在数十亿年后被潮汐力撕裂，形成环系，就像一部超长篇的宇宙慢动作悲剧。柯伊伯带与冥王星，行星的头衔改变，世界没有变小。在海王星之外，是柯伊伯带，一个充满冰冷天体的区域，像太阳系形成时留下的碎片博物馆。冥王星是这里最出名的居民。冥王星在1930年被发现后，长期被当作第9大行星，直到2006年行星定义被重新调整，它才被归类为矮行星。原因很简单也很残酷，它没有清空自己轨道附近的碎片，没有成为该区域的引力霸主。冥王星直径约2350公里，不大，但它有5颗已知卫星，其中最大的卡戎大约有冥王星1半大小，两者尺寸接近到一个程度，常被称为双矮行星系统。它们绕着彼此之间的一个点旋转，而不是卡戎单方面绕冥王星。2015年7月 NASA 的新视野号飞掠冥王星，第一次把它从模糊光点变成真实世界。影像显示，那不是一颗死气沉沉的冰球，它有水冰山脉，有广阔的淡冰平原，有稀薄大气，而且大气延伸得比想象更远。最醒目的地标是那个巨大新型区汤博区，以发现冥王星的克莱德·汤博命名。而冥王星不是孤立，柯伊伯带还有其他大型天体，像系神星、刃神星以及鸟神星等，都被归类为矮行星。这些天体提醒我们，外太阳系不是空无一物，而是一个我们才刚翻开封面的庞大世界群。奥尔特云，太阳系真正的边界，彗星从黑暗伸出来，再往外，来到更难以想象的地方——奥尔特云。这个巨大的冰质球壳，从大约2000天文单位延伸到10万天文单位，几乎接近2光年的尺度。那是什么概念？已经快到最近恒星距离的一半了。奥尔特云里没有任何天体被我们直接拍到过。我们知道它存在，主要是因为彗星，尤其是那些绕太阳要花几百年、
几千年的长周期彗星。它们像从黑暗深处被抛出的一封信。当某颗路过的恒星或银河潮汐的微弱引力扰动奥尔特云，某些冰天体就会被踢向内太阳系，成为彗星。而奥尔特云之所以向边界，是因为它太远了，远到太阳的引力几乎只能勉强牵住。一旦超过那个范围，太阳对你的影响快速衰弱，你就真正走进了星际空间，那是恒星与恒星之间的领域。所以回到我们自己，地球直径大约12875公里，绕着太阳在以天文单位约 1.496 亿公里的距离运行。而太阳系的外缘，从行星到柯伊伯带，再到奥尔特云，已经延伸到以光年来思考的地步，那是数兆、数十兆公里等级的距离。在这张尺度地图上，地球不再像家园那么巨大，它更像是一粒在黑暗中微微反光的沙，而我们全部的历史、全部的记忆、全部的爱、恨与梦想，都被收进了这粒沙里。离开太阳系，当公理开始失效，我们用光年说话。好，现在我们真的要把家门关上了，离开太阳系，走进恒星与恒星之间那片黑。从这一刻起，距离会大到一种程度，你平常熟悉的公里、旅行时间，甚至远不远这种直觉，都会开始崩溃。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它属于半人马座 Alpha 系统的一部分，它距离我们大约 4.24 光年。那什么叫1光年？就是光用1年走完的距离，大约是 9.46 兆公里。所以比邻星离我们大约是 4.24 乘以 9.46 兆公里，约等于40兆公里， 4.0 乘以10的13次方公里。你可能会说40兆公里好像也就一串数字，那我们换个更有感的比法。你记得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一个天文单位，大约 1.496 亿公里。比邻星的距离大约是这个距离的 26.8万倍。把比例缩小到日常尺度，如果地球到太阳只有1公分，那么太阳到比邻星就会变成大约16公里。你没看错，在这个模型里，太阳系只是一个小小桌面模型，但最近的恒星却要放到整座城市另一端才放得下。航海者1号，人类最远的足迹，在宇宙面前仍向原地踏步。1977年发射的航海者1号，是目前离我们最远的人造物体，它已经飞行快近50年，现在距离地球大约250亿公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6万多公里。听起来很快，对吧？但把它放进光年尺度，你就会瞬间清醒。就算航海者1号一直保持这个速度，一路不减速也不坏，它要飞到比邻星，仍然需要大约 7.5 万年等级的时间。也就是说，当它抵达的那一天，地球上的语言、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还在不在，都没人敢说。你可能会想，那如果未来科技爆发呢？比如能造出 0.1 倍光速的星际飞船。好，如果我们真的有一艘可以用 10% 光速飞行的飞船，这已经远远超过今天任何工程能力，到比邻星仍然要42年多，而且那还只是飞行时间，不算加速、减速、能源、辐射防护与人类寿命的各种现实限制。所以结论很残酷，也很震撼。恒星之间的距离几乎就是天然的隔离墙，而比邻星偏偏又是我们最近的邻居。夜空那些亮星
看见它们其实是在看过去。一旦你接受这个尺度，你再抬头看星空，就会多一层完全不同的感觉。你不是在看着现在，你是在看光旅行了多久才抵达你眼睛的过去。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天狼星，距离我们大约 8.6 光年，而猎户座那颗大名鼎鼎的红超巨星参宿4，大约700光年远。700光年是什么概念？你今天看到的参宿4光芒，可能是在地球上还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时发出的。它的光走了700年才到你眼前，而你只用一眨眼就把它收下。而在这个尺度下，地球不只是缩小，它会完全消失。如果你站在比邻星那边回望太阳系，就算你拿着很强的望远镜，你也几乎不可能直接看见地球。你看得到的会是太阳，它会像一颗明亮的星点，但地球会被太阳的光淹没，变成一个太近、太暗、太难分离的小点，几乎等同于不存在。如果从比邻星回望，太阳看得见，地球却消失在光里，那么比邻星到底是一颗什么样的恒星？它是一颗红矮星，也是银河系中最常见的恒星类型。换句话说，宇宙里最多的太阳替身，其实不是像我们太阳这种黄矮星，而是这种小而暗的红矮星。比邻星比太阳小很多，也冷很多。它的直径大约 20.8 万公里，大约是太阳直径的 14% 左右，质量大约只有太阳的 12%。因为它小，燃料消耗慢，所以它能活得超久，久到太阳都早已进入晚年，甚至死亡之后，它还能继续稳稳发光数兆年。更夸张的是，宇宙现在的年龄大约138亿年，其实还不够长，还没有任何一颗红矮星能靠自然老化走完一生，正常熄灭。所以你可以这样说，所有曾经诞生的红矮星几乎都还活着。但比邻星有个麻烦的特性，它是一颗耀星，它会频繁爆发强烈耀斑，突然把能量与辐射往外喷，亮度瞬间暴增。对行星来说，这不是烟火秀，这是灾难警报，因为耀斑带来的高能辐射可能剥离行星大气，轰击地表，让环境变得不适合生命，甚至把宜居带变成一个表面看似温度合适，实际上辐射地狱的区域。有趣的是，比邻星至少有已知或高度疑似的行星，其中最有名的是比邻星 B， 而且它们有的位于所谓的宜居带，也就是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的距离范围。但问题是，在红矮星耀斑这么凶的情况下，距离合适不代表环境安全，所以就算那里理论上可能有水，生命是否能稳定出现，仍然非常不乐观。另外，比邻星并不孤单，它与半人马座 Alpha A 与 Alpha B 构成一个引力绑在一起的三星系统。几代人以来，半人马座 Alpha 一直是人类最着迷的星际目的地之一，但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技术能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把人送到那里。把镜头拉更远，所有肉眼可见的星都在银河系内。现在把视角再往外推一步，你在夜空中用肉眼看到的那些星星，每一颗几乎都属于我们的星系银河系。银河系是一个漩涡星系，包含大约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我们的太阳只是其中一颗普通恒星而已。银河系直径大约10万光年，记住比邻星只有 4.24 光年远，所以银河系的宽度大约是那个距离的 2.4 万倍。
再用比例尺来感受一次。如果把比邻星的距离缩成1公分大小，那么银河系的直径就会变成大约 1.55 公里。太阳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 2.6 万光年。我们位在一条叫猎户座悬臂的支脉上，差不多在离中心一半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不在中心，不在任何特别位置，我们只是住在银河系边缘一个相对平静、恒星密度没那么拥挤的区域。在这个尺度下，地球的存在感不只是变小，它会变成一种几乎无法描述的渺小，甚至太阳系也只是银河系里的一个微点。太阳曾经看起来巨大的像神，如今只是数千亿颗恒星里的一颗普通成员。你可以想象，如果把银河系压缩成直径30公尺左右的模型，我们整个太阳系在里面会薄到几乎像不存在，而地球更会小到比一根头发的直径还不可思议。在模型里，你甚至得用原子级的概念才勉强能比喻它。银河年，太阳绕一圈，地球生物已换了几个时代。银河系是棒旋星系，中心有一根由恒星构成的棒状结构，螺旋臂从两端延伸出去。而银河系的旋转不是像实心轮子那样整体一起转，它是差速旋转，靠近中心转得快，越外围越慢。我们的太阳绕银河系中心公转一圈，大约要 2.25 亿年，这叫一个银河年。想想看，这个时间尺度有多夸张。上一次太阳在银河轨道上回到今天这个位置时，地球上的生命史可能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再往前推一圈，超级大陆的版图可能都还没碎裂。地球存在了大约20个银河年左右，宇宙存在了大约60个银河年左右。这种尺度大到你会发现，人类的历史不是短而已，而是短到几乎像没有。银河中心，人马座 A 星号的黑洞，安静但不代表无害。银河系有几个主要区域，中心是银河系核球中心隆起，直径大约1万光年，塞满大量古老恒星，恒星密度远高于我们所在的外围区域。如果你住在银河中心附近的某颗行星上，你的夜空可能会亮到像地球的黄昏，因为天上满到溢出来的星光会把黑夜填满。而在银河中心附近，有一个我们稍后会更仔细谈的怪物，人马座 A 星号，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约是太阳的400万倍。它目前相对平静，但黑洞从来不代表安静。只要有气体、尘埃，甚至恒星靠近被吞噬，就可能出现剧烈爆发，释放强烈辐射。人马座星号周围的恒星运动也很夸张，像那颗著名的恒星 S2， 每16年绕黑洞一圈，最接近时速度可达光速的 5%。 它最近时距离黑洞大约177亿公里，差不多是太阳到土星距离的量级。你可以想象，那不是慢慢绕，那是以极高速在深重引力井边缘狂奔。而银河中心之所以在可见光下看起来不明亮，是因为尘埃挡住了视线，但在红外线与无线电波段，那里其实非常活跃，气体落向黑洞，被加热，放出辐射，恒星形成与死亡都更频繁，节奏更剧烈。更有趣的是，天文学家还找到证据，显示大约600万年前，银河系中心可能比现在活跃得多，造成2个巨大的能量泡，常被称作费米泡，从银河平面上下延伸。这像是在提醒我们，现在的平静可能只是暂时的。而我们在哪里？我们离这个混乱中心有 2.6 万光年，我们住得够远。
远到像是住在风暴之外的一片安静郊区。悬臂，生命与运气，我们可能刚好住在比较安全的夹缝区。银河的螺旋臂之所以明亮，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年轻炙热的蓝色大质量恒星。这些恒星寿命很短，往往只活几百万年就爆炸成超新星，于是它们基本来不及走远，所以看起来就粘在悬臂上。而超新星强辐射、剧烈形成区，对生命来说其实是危险地带。我们的太阳比较老，比较稳，已经有时间从诞生的悬臂漂移出来，现在位在悬臂之间一个相对平静的区域。这对地球生命很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悬臂就像银河的热闹市中心，机会多，事件也多，但风险同样更高。而我们住在比较安静的地段，就像少被打扰，也少被炸到。银河系孕育暗物质，看不见的东西反而决定了大局。包在银河盘面外围的是大致呈球形的星系晕，它包含古老恒星与球状星团，从银河中心延伸可达13万光年左右。更重要的是，星系晕里还有暗物质，我们看不到它，但能看到它的引力效果。如果没有暗物质，银河系外围恒星的转速、星系的结构都无法用我们看得见的物质来解释。而这个暗物质光环的范围可能远远超出可见银河，有推测它能延伸到60万光年甚至更远。也就是说，你肉眼看到的银河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角，真正握着银河重量与边界的可能是我们还看不见的东西。银河系不是孤岛，卫星星系合并以及与仙女座的命运相撞。银河系周围绕着许多卫星星系，最有名的是大麦哲伦星云和小麦哲伦星云。在南半球夜空中，它们像两团模糊光斑，它们正被银河引力慢慢撕扯，长期下去会被吸收融入银河。这些卫星星系很重要，因为它们像是星系形成史的残留证据。大型星系往往是靠不断合并长大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卫星，有些就是还没被吃掉的剩余部分。而更大的剧情还在后面，银河系正朝着仙女座星系 M31 移动，大约45亿年后，两者会合并，形成一个更巨大的星系。别担心星星撞星星，恒星之间距离太远了，真正发生直接碰撞的几率极低。星系合并更像两团蜂群互相穿过，最后被引力绑在一起，重塑成新的形状。到那个时候，太阳可能早已进入晚年，甚至不再存在。若人类还在，也很可能已经不在地球上看这场戏了。更大的邻里本星系群是女座超星系团。最后你会发现，银河系并不孤单，它和周围大约几十个星系一起构成本星系群，我们直接的宇宙邻里，尺度大约1000万光年。本星系群最大的成员是仙女座星系，它的恒星数量可达上兆颗等级，直径也比银河更大，可达数十万光年级别。第二大的常被提到的是三角座星系 M33， 大约有400亿颗恒星，直径约6万光年，比银河小，但仍是一个相当壮观的星系。而本星系群只是更大结构的一小部分，我们所在的更大集合体常被归入侍女座超星系团这种尺度，跨越大约 1.1 亿光年，包含大量星系群与星系团，恒星总数可达天文数字等级。
其中最核心的结构之一是室女座星系团，距离我们约5400万光年，里面有上千个星系，很多都比银河更庞大。像 M87 就是室女座星系团中心的一个巨大椭圆星系，包含约1兆颗恒星。M87 更有名的原因是，人类第一张黑洞影像就是拍它的中心黑洞。2019年，世界望远镜公布的那张甜甜圈影像，对应的就是 M87 星号的黑洞阴影。这个黑洞的质量大约是65亿个太阳，注意，是几十亿个太阳的质量，不是几倍，而是直接用太阳当单位堆到天文级。现在，让我们用最后一个比例模型，给你一记真正的宇宙重拳。如果把银河系缩成一枚硬币大小，那么室女座超星系团的尺度可能就像一整座大城市。你之前觉得已经很夸张的一切，太阳、太阳系、比邻星、银河系，在这个模型里都能塞进那枚硬币里。而地球呢？地球在这里小到甚至不是灰尘，它会小到像是你再怎么找都找不到它的存在。2014年，天文学家做了一件很像把宇宙的交通流量画成地图的事。他们不只是看星系在哪里，而是量测大量星系的运动方向与速度，把这些星系流拼成一张3维的引力板地图。结果一拼起来，大家才惊觉，我们原本以为很巨大的室女座超星系团，其实只是更大结构里的一小角。拉尼亚凯亚，我们的超星系团家族无垠的天空，那个更大的结构叫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这名字来自夏威夷语，意思大约是无垠的天空。光听名字就知道，它讲的不是一个星系团，而是星系团的星系团，像是把许多大城市又串成一整个大洲。拉尼亚凯亚大概包含约10万个星系，分布范围约 5.2 亿光年。你可以把它想成无数星系就像飘在宇宙海面上的船，而它们并不是乱飘，它们在慢慢往同一个方向滑动，像被看不见的潮汐拖曳。据引源，看不见的引力中心却拉着10万个星系前进。拉尼亚凯亚这个大洲里，星系们普遍朝向一个共同的汇聚方向，那个大家都被拉过去的地方被称为巨引源。从我们的视角看，巨引源刚好位在银河系盘面的遮蔽方向后面。换句话说，我们正好隔着银河系自己那层厚厚的尘埃与气体，看向它。这就像你坐在浓雾里，明明听得到高速公路那边车流轰隆隆，但你就是看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交流道在塞车。于是天文学家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用效果去推原因。星系的运动不对劲，速度流的方向有一致偏转，那就表示那边一定有个超级大的质量集中区，在拉扯整个区域。而后来拼图愈拼愈完整，大家逐渐明白，巨引源不是单一一颗怪物天体，更像是一整片由多个巨大星系团、星系群叠加起来的引力地形。你可以把它想成不是一座山，而是一整串山脉加上一片高原。更大的拉扯，沙普利超星系团，连拉尼亚凯亚也被牵引。但宇宙的夸张就在这里，你以为巨引源已经够像宇宙重力中心了？还没完。有研究指出，在更远处，大约 6.5 亿光年之外，存在一个更庞大的质量集中区——沙普利超星系团。它聚集了成千上万个星系与星系团，总质量巨大到
足以在大尺度上影响周边结构的流动。你可以把这整段关系想成海洋的2层潮汐。拉尼亚凯亚内部的星系正在往距引源方向下滑，而拉尼亚凯亚整体又可能被更远、更大的质量分布慢慢拖着走。在这个尺度上，银河系只是拉尼亚凯亚10万个星系中的其中一个，就像一座城市里的一条街，街上的某一栋小房子。如果你把拉尼亚凯亚压缩到地球这么大，那银河系大概只剩下伊丽莎等级的存在感。而地球呢？老实说，地球在这张尺度地图上已经小到连灰尘都不好意思叫它灰尘，几乎等同于不存在。宇宙网星系不是随机洒落，而是长在丝线与墙上。当你把星系的位置画成宇宙大地图，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像随机的规律。星系不是像胡椒粉那样乱撒，而是像蜘蛛网，沿着一条条丝状结构与墙状结构聚集，交汇处变成星系团、超星系团，而丝线之间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空洞，空得吓人。这种结构不是谁刻意设计的，它是宇宙演化的必然结果。在宇宙非常早期，物质分布只存在非常微小的起伏，有些地方密度略高一点点，有些地方略低一点点，差距小到你几乎可以当它不存在。但引力很会记仇，密度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就更容易吸到更多物质，于是越吸越多，越来越密。密度稍微低一点的地方，物质被抽走，越来越稀，最后就变成巨大的空洞。数十亿年下来，这一点点差异被引力放大成今天的宇宙网，亮的地方越亮，空的地方越空。拉尼亚凯亚就是宇宙网里的一段粗丝线，而我们住在这条丝线上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丝龙长城像宇宙的墙面，长到让比例失去意义。在宇宙网里，有些结构大到像一整面墙，例如2003年发现的丝龙长城，跨度大约 13.7 亿光年，包含数万个星系，像一片相对薄的星系墙面，横在宇宙的某个方向上。你还记得前面那个比喻吗？银河系是一枚硬币的话，那丝龙长城就不是一条街了，它会变成延伸好几公里的长墙，长到你开车都得开一段时间才过得去。还有一个更常被提到，但也更具讨论性的候选者——五仙座北冕座长城。有人估计它的跨度可能接近100亿光年，甚至逼近可观测宇宙尺度的一大部分。这种超巨大结构会让宇宙学家紧张，因为在某些模型下，如此巨大的结构要在有限宇宙年龄中形成并不容易。所以它到底是真有那么大，还是资料与统计造成的视觉错觉，至今仍有争论。但无论如何，重点只有一个：宇宙的结构比我们直觉想象的更有骨架，不是一锅均匀的汤，而是一张有梁、有柱、有空厅的巨大建筑。空洞，宇宙体积的大多数可能都是几乎什么都没有。宇宙网最恐怖的不是墙，而是墙与墙之间的空。有研究提到像 KBC 空洞这样的巨大空洞候选者，跨度可能达到约20亿光年等级。空洞不是完全真空，里面仍有气体、暗物质与少量星系，但星系密度会比周围区域低非常多。想象你站在空洞中心往外看，重要的星系团可能要到10亿光年之外才看得到。那种感觉就像你飘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海里，四周很久很久都没有岛。很多宇宙学研究都指出，
空洞可能占据宇宙体积的绝大部分，常见的量级说法甚至可达80%左右。换句话说，宇宙不是到处都是东西，而是到处都是空。物质反而像是偶尔出现的岛链，而我们恰好住在其中一座小岛上。而地球就在这座岛上的一粒沙里的一个细菌尺寸的小点上。在宇宙网这个尺度，地球不只是看不见，它会变成一个让人脑袋当机的概念。你知道它存在，但任何比例图都画不出它。可观测宇宙为什么不是138亿光年，而是930亿光年？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可观测宇宙。它是我们理论上有机会看到的宇宙范围。因为光速有限，宇宙年龄有限，更远的光可能还没来得及抵达我们。宇宙年龄大约138亿年。你直觉可能会说，那我们应该能看到各方向138亿光年的范围吧？听起来合理。但这里有个宇宙级的陷阱，宇宙在膨胀，而且空间本身会被拉长。也就是说，一个星系在130亿年前发出光，这束光一路飞向我们的同时，那个星系所在的空间也在被膨胀拉开。等光真的抵达时，那个星系的位置早就比130亿光年更远了。因此，综合光行进时间与空间膨胀后，可观测宇宙的直径大约可达930亿光年量级。这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它不是你眼睛看得到的球壳边缘，更像是宇宙膨胀之后你能收到讯号的极限范围。宇宙里到底有多少东西？多到沙子都不够你比喻。在可观测宇宙中，星系数量的估计值会随资料与模型更新而改变，但常见的粗略量级说法是，可能有数兆级别，例如2兆星系。每个星系里又有从数百万到数兆颗恒星不等。整体加总，恒星总数会变成那种你再怎么念也没感觉的天文级数字。这时候类比会开始失效。你说每颗星是一粒沙，那你得准备的不是一把沙，而是几个、几十个甚至更多的奥运标准泳池的沙量，才能勉强塞下那个概念。而地球呢？地球小到像是你把整座沙漠丢进海里，想找回其中某一粒沙上粘着的一个细菌，那种等级。所以重点不是要你记住数字，而是要你真正感受到，在宇宙尺度下，大小这件事会变得近乎荒谬。宇宙可能比可观测宇宙更大，大多少？老实说，我们不知道。可观测宇宙只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一部分。那看不到的部分有多大？答案很诚实，我们不知道。它可能只比我们看到的再大几倍，也可能大上几千倍、几万倍，甚至某些模型下，宇宙可能是无限大。如果宇宙真的是无限，那么可观测宇宙不管看起来多巨大，它在无限面前都只是0%。而地球在这种宇宙中就不只是渺小，它会变成一种近乎没有尺度意义的存在。多重宇宙，这些是推测，但它们不是凭空幻想。当物理学家把一些成熟理论推到极限时，会自然冒出一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可能性。宇宙也许不止一个，例如某些版本的永恒膨胀想法。大爆炸可能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某种持续的过程，会不断产生像泡泡一样的气泡宇宙。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无数泡泡中的其中一颗，又或者在量子力学的某些诠释里，每当量子事件有多种可能结果，
宇宙就会在不同分支上把不同结果都实现，形成大量平行分支。要强调，这些目前都属于推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观测到其他宇宙或其他分支，所以要验证非常困难。但它们之所以被认真讨论，是因为它们不是神话故事，而是从既有物理推演出来的可能延伸。而一旦多重宇宙存在，那么我们这个直径930亿光年、拥有数兆星系的可观测宇宙，也不过是无数宇宙泡泡里的一个。地球的存在感会在被稀释到更接近哲学上的一个点。镜头拉回到太阳系，你会发现小其实从来都不只是宇宙尺度才有。好，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有点飘了，所以我们把镜头拉近，回到你熟悉的地方——太阳系。因为即使在我们的近邻，地球的渺小也一样一眼可见。水星小硬，像被太阳烤焦又冷冻的石头。水星直径约4880公里，大约是地球直径的38%。它的体积大概只有地球的1/18，也就是地球大概能塞进18颗水星。水星最极端的是温差，白天表面可到约427摄氏度，夜晚可掉到约-180摄氏度。你可以想象，同一颗星球，白天像烤箱，晚上像液态氮冰柜。金星大小像地球，命运却像温室失控的警示预言。金星直径约12100公里，差不多是地球的95%，所以常被叫地球姊妹星。但它的大气压力约是地球的90倍，平均温度可到约480度 C， 热到足以融化铅。这颗星球就像把温室效应一路踩到底，踩到爆表的结果展示给你看。不是靠近太阳才一定热，而是大气怎么困住热量才决定一切。火星比地球小一圈，但它让人着迷，因为它像差一步就成了第二个地球。火星直径约6800公里左右，约为地球的53%。体积上，地球大概相当于6至7颗火星合起来。火星有2颗小卫星，火卫1与火卫2。多数人认为它们很可能是被捕获的小行星。火卫1直径约 22.5 公里，小到你开车一圈都不算太久。如果你站在火卫1上抬头看火星，火星会像一颗巨大的红色球体占满半个天空，那种压迫感会让你瞬间知道什么叫行星级存在。巨行星木星、土星把地球变成背景小点。木星真正的巨兽，木星直径大约14万公里，约是地球的11倍。但更恐怖的是体积，约1321个地球塞进去都还只是差不多刚好。木星的质量也大到离谱，其他所有行星的质量加起来仍然比不上木星。而它还带着一整套卫星王国，目前已知至少数十颗到近100颗等级。其中最著名的是4颗伽利略卫星：木卫1、木卫2、木卫3、木卫4。木卫3是太阳系最大卫星，直径约5270公里，甚至比水星还大。而木卫2更吸引人，冰壳下可能藏着全球海洋，水量可能非常惊人，这让它成为太阳系寻找生命的热门候选之一。土星不只是大，更是美到不真实。土星直径约116460公里，体积可容纳约764个地球。它的卫星系统同样庞大，其中最有名的是土卫6，直径约5150公里，有浓厚大气，表面甚至有液态湖海，只不过那不是水。
而是液态甲烷与乙烷。还有土卫二，直径约500公里。它南极喷发的冰粒与水蒸气像天然喷泉一样往太空喷，强烈暗示它的冰壳下有海洋。又一个生命可能性候选者。天王星与海王星，冰巨星，冷到像宇宙边缘的沉默王者。天王星直径约50720公里，体积约等于63个地球。它最怪的是躺着转，自转轴几乎平行轨道面，季节一过就是21年等级。海王星直径约49240公里，内部可容纳约57个地球等级的质量。它的风速甚至可到每小时1930里，那不是台风，那是把台风直接拉到超音速边缘的概念。小天体、小行星带、柯伊伯带提醒我们，地球其实已经算大的石头。太阳系里最多的不是大行星，而是各种小东西，小行星、彗星、碎块、冰冷天体。在小行星带里，最大者之一是谷神星，直径约946公里，不到地球直径的1/10。而像灶神星这类大型小行星，尺度也就是几百公里级。再往下，大多数小行星就只有几公里，甚至更小。在海王星外侧的柯伊伯带，还有大量冰冷世界。冥王星直径约2370公里，如今被归类为矮行星之一。这些天体像是太阳系形成时留下的冰封档案，在寒冷外围安静地绕行。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反直觉的事，地球虽然在巨行星面前像小点，但在固体天体里，地球其实已经算大块头。太阳系大多数天体根本比地球小得多。系外行星，地球不是唯一的研制行星，但它是目前唯一被证实有生命的。自1990年代初确认第一批系外行星以来，人类已经发现数千颗以上的系外行星，而且数字还在快速增加。这些发现最震撼的不是很多，而是多样到离谱。有些是贴着母恒星飞的热木星，公转周期短到几天就绕一圈，像被火炉烤着跑。有些很小，小到接近月球尺度，例如某些候选行星直径约2250公里等级，13天就绕恒星一圈，像在恒星旁边跑短跑。有些位于所谓宜居带，也就是温度条件上可能允许液态水存在的区域。像常被提到的某些候选类地行星，被推测可能比地球大约60%，距离我们约1800光年左右，远到我们几乎不可能亲自造访。但光是知道那里可能有另一种地球尺度的世界，就足以让人心跳加速。而在这一切多样性之中，有一句话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地球的独特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有生命。到目前为止，地球仍然是唯一被确定存在生命的行星。未来我们也许会在火星、木卫二、土卫二的海洋里找到微生物，也许在遥远系外行星的大气光谱里捕捉到生命讯号。宇宙很可能不缺生命的舞台，但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只有一个确定的例子：地球。所以最后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反宇宙尺度的结论：地球再小，它仍然珍贵，因为大小不是一切，内容才是。一颗行星的价值，不在它能装下多少岩石，而在它能承载多少故事、多少生命、多少记忆。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恒星，原因很简单，恒星之间的大小差异
真的大到像是在同一个宇宙里同时放着打火机火苗和吞掉整个行星轨道的火海。只要把它们和地球摆在一起比一比，你对大和小的直觉会被彻底洗牌。太阳看似普通，却已经大到能装下130万个地球。先从我们的太阳开始。太阳其实是一颗相当标准款的恒星，天文学家叫它G型主序星，也常称黄矮星。但别被矮星2个字骗了，它的直径大约139万公里，差不多是109个地球排成一排的宽度。更夸张的是体积，太阳里面大约可以塞进130万个地球。你可以想象，地球上所有的山、海、城市，你我每一次的喜怒哀乐，在太阳面前都像是一粒会发光的灰尘，贴在一颗巨型火球旁边。但接下来你会发现，太阳虽大，还不算宇宙的大。比太阳更小的恒星红矮星像慢火小炉，但仍然比地球大得多。银河系里最常见的恒星类型其实是红矮星，它们比较小，比较冷，亮度也低，可是寿命超长。有些红矮星可以慢慢烧上数兆年，你可以把它们想成宇宙的长寿小炉火。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就是红矮星的一员，它的直径大约20多万到40多万公里这个量级。总之明显比太阳小一截。但即使如此，把地球放上去比，你仍然会发现，地球依旧像一颗很小的弹珠。而在能称得上恒星的底线附近，还有更接近极限的例子，像 EPLMJ055557 这种低质量恒星候选者，就被认为是勉强能在核心维持氢聚变的那一类。再小一点，它可能就不再算真正的恒星，而会掉到另一个分类里。褐矮星，失败的恒星，像点不着的宇宙炭火。这就带出一个很有趣的对照：褐矮星。褐矮星常被叫做失败的恒星，它形成了，收缩了，也变热了，但就是不够，核心温度上不去，无法长期稳定的点燃氢聚变。你可以把它想成，你看见火堆冒烟、发烫，甚至微微泛红，但就是没真正烧起来。它不是行星，也不是标准恒星，它卡在中间，像宇宙里的半成品。巨星与超巨星，把太阳换掉，你会直接住进恒星肚子里。好，接下来才是尺度暴击。猎户座那颗著名的红超巨星参宿4，直径大约是数亿公里等级。你把它放到太阳的位置，它的外层会伸到火星轨道附近，甚至更外围。地球会怎样？不用演戏，直接被包在恒星里，瞬间气化，连末日2个字都来不及想。但参宿4还不是最大的，常被拿来当巨大荒谬代表的恒星之一是盾牌座 UY， 它的直径估计可达数十亿公里量级，这已经不是大了，这是把太阳系内侧整个吞进去的概念。如果它取代太阳，外层甚至可能伸到土星轨道附近。这种恒星的体积大到什么程度？用地球来装它，你会得到那种数字大到失去味觉的结果，要用数兆兆级的地球才填得满。到这里你会发现，跟最大的恒星比起来，地球不是小，是小到这个比较本身开始变得有点荒唐。恒星死后留下什么？小到像城市，重到像太阳。更诡异的还在后面，恒星死亡后会留下残骸。这些残骸往往体积不大，但密度高到令人发毛。它们会让你明白一件事：大小与质量
真的不一定成正比。白矮星地球大小，却塞进半颗太阳的重量。像太阳这种恒星晚年会膨胀成红巨星，然后把外层抛散出去，最后留下暴露的核心白矮星。典型白矮星的直径大约10000公里上下，跟地球尺寸同一个量级，但它的质量可能接近太阳的一大部分，也就是说，把接近太阳等级的重量硬塞进地球大小的球体里，密度可以高到地球的100万倍等级。所以你会看到那句很经典也很吓人的换算：一茶匙白矮星物质拿到地球上来称，可能重到好几吨。就是1小匙，可以把你的桌子连地板一起压穿的那种1小匙。中子星一座城市那么大，却比太阳还重。如果恒星更大，死亡时以超新星爆炸结束，核心可能会压缩成中子星。中子星的直径可能只有20公里左右，差不多就是一座大城市的尺度，但它的质量却常落在太阳的 1.4 到2倍这个范围。密度呢？更离谱，1茶匙中子星物质的重量可能高到40亿吨。这已经不是重可以形容，这是把一整座山的重量塞进一口汤匙。黑洞最终的压缩，把逃跑这件事从宇宙规则里删掉。在更大质量的恒星会坍缩成黑洞。黑洞不是吸尘器，它更像是一个把空间本身压到变形的区域，引力强到连光都逃不出来。银河系中心那颗黑洞人马座 A 星号，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万倍，但它的事件世界，你跨进去就再也出不来的边界直径，却只相当于太阳直径的10几倍等级。你会立刻感觉到黑洞的恐怖，它不是大的像一座山，而是把山压成针尖。再看更夸张的例子，2019年世界望远镜拍到的 M87 星号黑洞，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65亿倍，事件世界直径大约380亿公里，约 3.8乘以10的10次方公里。听起来巨大，对吧？但把它放回它所在的星系背景里，它仍然只是中心的一个相对小的核心。所以这些恒星残骸告诉我们，宇宙里最可怕的不是大，而是把极大的质量塞进极小的空间。星系也有大小差异，银河系其实算偏大，但仍不是顶级。我们谈过银河系，但现在我们把镜头再调一下焦距，星系本身也分大小，而且差异非常巨大。矮星系，宇宙最常见的小型社区，最常见的其实是矮星系，里面只有数百万到数十亿颗恒星，直径可能只有几千光年。像环绕银河系的大麦哲伦星云，大约有100亿颗恒星，直径约14000光年。小麦哲伦星云更小。更极端的还有超暗矮星系，例如塞格威1号这类系统，可能只有几千颗恒星的量级，直径只有几百光年，看起来更像一个巨大的星团，而不是你印象中那种壮观的星系。而这些小东西，宇宙到处都是。大型星系周围常常挂着一圈小卫星星系，银河系目前已知就有数十个卫星星系，仙女座也类似，它们像是宇宙早期留下来的积木碎片。巨型椭圆星系，宇宙的吞噬者，在另一端是巨型椭圆星系，它们常住在星系团中心，靠强大引力在数十亿年里不断吞并周围星系，越吃越大。SE1101 就是经典例子之一，尺寸可以大到数百万光年的量级，恒星数量可能上看数十兆到100兆等级。
而我们熟悉的 M87 也是巨型椭圆星系的代表，直径约12万光年，跟银河系直径量级相近，但质量更惊人，中心还坐着超大质量黑洞。这会让你得到一个很反直觉但很重要的结论：银河系直径约10万光年，恒星数量数千亿。以宇宙的标准来说，银河系其实算是前段班的大星系。但就算你是前段班，放到星系团、超星系团、宇宙网这种更高层级结构里，你也只是其中一个小元件。而地球，在星系尺度下，地球早就完全消失了。银河系10万光年的直径，对比地球直径约12700公里，这个比例大到你连画点都画不出地球。再换一种尺度，地球是原子做的，而原子里大多是空的。好，现在我们不从太空距离谈尺度，我们从物质本身谈。地球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小到什么程度？最简单的氢原子直径大约 0.1 纳米，也就是1乘以10的-10次方公尺。你一根头发的宽度上，可以排下上千万个氢原子，密密麻麻到你完全不可能用直觉想象。那地球有多少原子？地球质量大约6乘以10的24次方公斤。粗略估算，地球大约有 1.3乘以10的50次方个原子，也就是13后面跟着49个零。你就算每秒数一个，数到宇宙老10次都数不完。更夸张的是原子内部的结构，原子中心是原子核、质子和中子，它的尺度比整颗原子小大约10万倍。如果把原子放大成一座足球场那么大，那原子核大概就像球场中央的一颗小弹珠，而原子几乎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那颗弹珠里。那电子呢？电子占了原子的体积感，但对质量贡献很小。再往下，质子和中子由夸克构成，至少就目前所知，夸克是更底层的基本粒子之一。到这里你会突然明白，我们以为很结实的地球，其实在微观上大部分是空的。如果把地球压掉所有空隙，它可以缩成一颗大楼大小的球。现在来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思想实验，原子里大部分是空的。如果我们把所有原子内部的空隙都拿掉，也就是把物质压缩到接近原子核紧密贴合的密度，那地球会缩小到什么程度？用你提供的那个估算，地球所有物质如果压到原子核密度，可能可以装进一个直径大约180公尺的球体里。180公尺是什么概念？一栋大型建筑或一个城市街区的尺度。你再回头想地球现在的直径12700公里，原来我们脚下这颗固体星球，在物质层面也像一个巨大泡泡，看起来很实，实际上空得惊人。而这不止地球，恒星、行星、星系，某种意义上也都是空占了绝大部分。宇宙比你看起来还要空，空得多。再来看时间，地球在宇宙里不止体积微小，还时间很短。尺度不只有空间，还有时间。地球大约在45亿年前形成。早期地球像熔融的火球，不断遭到撞击，慢慢冷却，形成地壳、海洋与大气。然后生命出现的其实很快，最古老生命证据可追溯到大约38亿年前。但更关键的是，地球历史的大部分时间，生命都很简单，像细菌那样的单细胞。真正的多细胞复杂生命，大约到6亿年前才开始大量出现，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大约在5.4亿年前。
那才是生命形态突然大爆炸式多样化的时期。恐龙大约在 2.3 亿年前出现，并在6600万年前灭绝，而现代人类智人大约在30万年前才登场。把地球45亿年压缩成1年，你会看到一个很震撼的时间表：1月1日，地球形成；3月左右，生命出现；11月中旬，寒武纪大爆发；12月13日，恐龙出现；12月26日，恐龙灭绝；12月31日晚上11点56分，人类出现；12月31日最后几秒，有记载的文明史。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王朝、战争、艺术、科学，你我熟悉的一切，真的只是1年最后几秒钟的事。把视角拉到宇宙，地球只占宇宙历史的1/3，而且宇宙还会走很久很久。宇宙年龄大约138亿年，地球形成在大爆炸后约93亿年左右，所以地球存在时间大约占宇宙历史的1/3。而更夸张的是未来，目前的证据指向宇宙会持续膨胀，恒星形成还能持续非常久，可能到数兆年等级。之后星系里的气体逐渐耗尽，恒星形成停止，宇宙进入所谓的简并时代，剩下长寿红矮星，慢慢冷却的白矮星，各种残骸与黑洞。再往后，连黑洞都可能透过霍金辐射缓慢蒸发，像银河系中心那样的超大质量黑洞，蒸发时间尺度可能高到10的100次方年，也就是1后面跟100个0年。这个未来远到你几乎无法把地球放进同一个句子里思考。所以，从宇宙的时间尺度看，地球的存在像什么？像一次心跳？不，甚至比心跳更短，像宇宙漫长生命里的一个极微小的颤动。最后把所有线索串起来，地球小到近乎可以忽略，但也因此更珍贵。我们一路从月球、太阳、太阳系、附近恒星、银河系、宇宙网，到原子与时间尺度，每一个方向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地球很小，不是普通的小，是相对宇宙而言小到你很难找到合适的词。那张经典照片，1990年，航海者1号在飞离太阳系时回头拍下地球暗淡蓝点，拍摄距离大约60亿公里，地球在照片里不到1个像素，只是一颗微弱的光点，飘在阳光的光束旁边。这张照片最刺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嘲笑我们渺小，而是在提醒我们，所有你我在乎的一切都集中在那个几乎看不见的点上。每一个王与农夫，英雄与恶棍，创造者与毁灭者，每一场战争与和平，每一次相爱，每一次失去，每一次喜悦与悲伤，都发生在那个点上。而更重要的是，就目前所知，那个点是宇宙里唯一确定有生命，也唯一确定有能思考宇宙的智慧意识出现的地方。所以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反差结论：从宇宙尺度看，我们的小到近乎可以忽略，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该珍惜这个点，因为它可能是整个宇宙里最罕见、最不该浪费的一束光。那么，当你真正接受我们很小这件事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小代表无意义吗？还是恰恰相反，正因为稀有、脆弱、短暂，才让这个暗淡蓝点上的一切变得更值得守护？现在我们就从这个意义与稀有出发，把镜头从宇宙拉回到人类，我们该用什么态度活在这颗小到几乎不存在、
却又珍贵到不可替代的星球上。宇宙浩瀚无垠，地球渺小的像一粒灰尘，但地球也是我们的家园。很多时候，这句话其实就已经足够了。更值得我们慢慢咀嚼的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究竟是怎么理解我们在哪里这件事的？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以为自己站在宇宙的正中央。早期的人类根本不知道地球有多小。古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穹顶，像一座圆顶剧院。星星像镶在天幕上的小灯，太阳、月亮、行星像舞台上的演员，绕着我们转。这个直觉其实很合理。你站在地面上，感觉脚下不动。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月亮圆缺有序，群星整夜旋转，像一个精密的巨大钟面。于是地球在中心几乎成了一种不需要辩论的常识。我们特殊，我们重要，宇宙像是为了我们搭的舞台。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希腊哲学家，甚至把地心说发展成非常精巧的模型。它能预测行星位置，而且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那已经是相当准了。只不过，为了让预测更贴合观测，它不得不加进越来越复杂的补丁。行星不是简单绕圈，而是套着圈，圈上再绕圈，所谓的本轮。你可以把它想成，本来只要一条直线就能到目的地。但你偏偏要走一个巨大迷宫，走到最后还得说，看，我也到得了。它可以用，但越来越不优雅。更重要的是，地心模型不只是天文学，它还和哲学、宗教、世界观紧紧绑在一起。地球在中心，意味着人类在中心。宇宙是有目的的，而目的似乎就是我们。第一记重拳，哥白尼把中心从我们脚下抽走。到了16世纪，哥白尼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却像地震一样的想法：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地球只是绕太阳运行的其中一颗行星。这个模型更简单，更漂亮，不需要那些一圈套一圈的补丁。可它最大的冲击不在数学，而在心理，因为它直接问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问题：如果地球不在中心，那我们还重要吗？这就是为什么日心说当时争议巨大。它不只是改了一张宇宙地图，而是改了人类自我定位。伽利略把望远镜对准天空，也把真相对准人心。17世纪初，伽利略拿起当时最早期的望远镜之一，做了2个足以撼动1000年的观测。第一，他看到金星的相位像月亮一样有盈亏。这件事非常关键，因为只有在金星绕太阳运行时，你才会看到那样的相位变化。换句话说，金星不是绕地球转的，它必须绕太阳转。第二，他发现了木星的4颗卫星，这像是在宇宙里当场抓到一个反例。原来真的有天体不是绕地球转，它们绕木星转。这2件事合在一起，等于对地心说了一句很冷酷的话：你以为你是中心？抱歉，你只是其中之一。伽利略因此遭到强烈反对，被宗教裁判所审判，被迫放弃公开支持日心说，余生几乎都在软禁中度过。但天空不会因为人类的喜好改变运行方式。证据一旦出现，就像裂缝，一开始很细，最后会把整面墙撕开。开普勒与牛顿不是信不信，而是为什么。接着，
开普勒把日心模型再向前推一步，行星轨道不是完美圆，而是椭圆，这让行星运动的解释更贴近真实，也更省力。然后牛顿登场，用万有引力把一切串起来。行星为什么这样走？不是因为它应该这样走，而是因为引力和运动定律让它只能这样走。到了18世纪，日心说几乎已经确立，地球不再是中心。可人类的直觉还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好吧，就算地球不是中心，那太阳总是中心吧？太阳很大、很亮、很重要，它看起来确实很特别。第二次抽椅子，沙普利告诉我们，太阳也不在中心。20世纪初，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研究绕着银河系运行的球状星团，他把这些星团的位置一画出来，银河系的轮廓就像浮出水面一样清楚。银河系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而太阳不在中心。我们位于银河系一条相对不起眼的悬臂上，离中心很远。这就像你原本以为自己住在王宫正殿，结果有人拿出地图告诉你，你其实住在郊区一条安静的小巷里。从此我们不只离开了宇宙中心，也离开了银河中心。每一次新发现都想把我们从舞台中央往后推一步，推到最后才发现我们从来就不在舞台中央。哈勃的发现，银河系不是宇宙，宇宙也没有为我们设的中心。到了1920年代，哈勃做出更震撼的一件事，他证明银河系外面还有其他星系，而且距离远得惊人。这意味着银河系不是全部宇宙，它只是一个成员。接着他又发现，星系正在远离我们，而且越远的星系远离得越快。这把我们带向一个更大的结论：宇宙在膨胀。宇宙有一个更古老、更极端的起点，后来被称为大爆炸理论的框架之一。这些发现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宇宙不只比我们想象的大，它大到让中心这个概念都开始变得尴尬。在一个到处都在膨胀、到处都有星系的宇宙里，你很难说哪里才是宇宙的正中央。越了解宇宙，越明白我们渺小，但也越明白生命可能更珍贵。近几十年，我们又做了更多事，发现系外行星，证明行星在宇宙里很常见，绘制宇宙网，看到数十亿光年尺度的丝状结构，测量膨胀，推测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存在。每一步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宇宙太大了，地球太小了。但奇妙的是，这并没有让生命失去意义，反而像把聚光灯缩到一个极小的点上。在这么大的黑暗里，一个会发光的地方会显得更珍贵。因为到目前为止，至少就我们确定的证据而言，地球仍然是唯一已知有生命的地方。费米悖论：如果生命可能普遍存在，那外星人都去哪里了？宇宙这么大，恒星这么多，行星这么多，一个问题自然会跳出来：如果生命是可能的，它难道不应该很普遍吗？那外星人都去哪儿了？这就是费米悖论。据说1950年，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一次午餐聊天时突然丢出一句话：大家都在哪里？悖论在于，就算智慧文明很稀少，银河系也够大够老，照理说应该早就有人发展到能扩张、殖民、留下痕迹。那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确定收到？可能的答案一：智慧生命非常罕见，甚至我们可能是唯一。
也许从无生命化学到生命的那一步非常难，也许从单细胞到多细胞非常难，也许从多细胞到智慧与文明更难。也许文明一旦科技进步，就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自我毁灭。战争、资源崩溃、失控的技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难关真的超级致命，那我们也许真的非常孤独，孤独到可怕，但也孤独到珍贵。可能的答案二，他们在，但选择沉默。也许文明存在，但不愿曝光自己。也许宇宙中公开自己是一件危险的事。聪明的文明学会了安静。也许他们在观察，在等待，在设门槛，等我们更成熟、更安全，再出现。又或者他们的通讯方式我们根本抓不到。我们一直在听无线电，但如果更高等文明早就不用无线电了呢？如果他们用的是我们还没发明，甚至还没想到的方式呢？可能的答案三，宇宙太大了，大到碰面在物理上就很难。还有一个答案很冷，但很可能，距离。即使光速传递讯息，往返一次临近恒星都要多年。要对话，你可能要等10年、100年。要旅行，以我们可想象的技术，可能需要1000年、10000年。银河系也许充满文明，但每一个文明都被距离隔成一座座孤岛。宇宙不是没有生命，而是生命彼此碰不到。你会突然明白，地球的渺小不只是比例问题，它还是一种隔离。更深的问题，生命为什么偏偏在这里出现？于是，地球的渺小把我们带向另一个更深、更根本的问题：生命是必然会发生的吗？还是只是宇宙中一场极罕见的偶然？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样本，地球。而更惊人的是，地球上所有生命似乎都共享同一套祖传配方，相同的遗传密码，相似的基本生物化学。这暗示着，地球生命可能只起源过一次，然后一路分支，长成今天的万物。但第一个生命是怎么诞生的，我们仍不知道。这仍是科学界最大的谜之一。有人相信，只要条件合适，生命很容易出现，宇宙可能到处都是生命。也有人相信，生命需要一连串几乎不可能的巧合，宇宙可能几乎没有生命。更别说复杂生命与智慧生命可能比简单生命稀有得多。地球上，单细胞生命称霸了大约30亿年，那不是短暂，是漫长到几乎像永恒。复杂生命、智慧文明，也许真的非常难得。如果我们真的很罕见，那地球就不只是家园，而是责任。如果智慧、意识能理解宇宙的观察者在宇宙中极其稀少，那地球的渺小就突然有了另一种重量。我们或许很小，但我们承载的东西可能非常罕见：意识、智慧、理解与创造。换句话说，地球也许是很大一片宇宙黑暗里少数能知道自己存在的光点之一。宇宙本身不在意，但宇宙若要被理解，可能得靠像我们这样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份清醒的责任。如果我们把自己毁掉，把地球弄到不再是居，我们可能不只是毁掉一个物种，甚至可能是在熄灭一束极罕见的意识之光。地球的未来，短期安稳，长期必变，太阳终究会改写一切，把镜头推向未来。短期看，未来几百万年，地球仍大致会保持可居住，板块漂移，气候变动，生命继续演化。人类如果能存续，
也会继续改变自己，改变世界。但长期看，太阳会逐渐变热。大约10亿年后，海洋可能开始缓慢蒸发，地球会越来越不适合复杂生命。再往后，生命可能只能退守到最后的避难所，直到连避难所也失效。更远的未来，大约50亿年后，太阳会膨胀成红巨星，很可能吞没水星和金星。地球是否能侥幸躲过？不确定。但即使躲过，也多半会被烤成焦黑死寂的岩石。最后，太阳会变成白矮星。如果地球还在，它也只会绕着一颗昏暗冰冷的残骸转，像一颗冻结的墓碑，在黑暗中沉默地绕行。但那是数十亿年后的故事。眼下的地球仍然充满生命，充满活力。人类探索的未来，也许我们会离开地球，把家园变成起点。另一条未来线跟科技有关。如果人类能长久生存并持续进步，也许我们会离开地球。火星、木星与土星的卫星，甚至更远的世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多个星球建立聚落，地球仍是诞生地，但不再是唯一家园。人类文明可能变成一个跨行星的物种，但就算如此，宇宙尺度依然会让我们谦卑。银河系只是数万亿星系之一，就算我们遍布银河，仍然只占宇宙极小的一角。最伟大的悖论，我们如此渺小，却能测量整个可观测宇宙。到这里，故事真正神奇的地方才浮现。我们站在一颗小到在宇宙尺度上几乎不存在的星球上，却能反过来测量宇宙的年龄、大小、结构、膨胀，甚至描绘宇宙网。这件事本身比任何巨强、任何超星系团更震撼，因为它问出一个终极问题：无意识的物质怎么会排列成有意识的观察者？原子怎么会遵循盲目的物理定律？最后组成一个会好奇、会追问、会仰望星空的生命。你此刻能理解这些句子，能感受到它们的重量，能想象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这可能是上面所有内容里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因此，结论不是我们很小，所以没意义，而是我们很小，所以更该珍惜。如果生命稀少，意识更稀少，那么地球上的每一次物种灭绝，都可能不只是地球的损失，甚至可能是宇宙在某个角落失去了一种看见自己的方式。国与国的冲突，资源的争夺，对环境的破坏。当你记得我们其实在争的是什么，你会有一种刺骨的清醒。我们不是在争夺广阔大地，我们是在争夺一粒尘埃的不同角落。我们不是在争夺无限资源，我们是在争夺一个小小世界有限的存量。而这个小小世界，可能是目前我们唯一确定有生命、有意识的地方。最后的最后，地球很小，但你在这里，这件事很大。展望遥远未来，人类可能成为跨星球文明，也可能在短短几百年内自我毁灭。文明很脆弱，像火花，在宇宙时间尺度上，甚至比火花还短。但选择权在我们手上，就在我们手上。我们是地球上第一个能理解宇宙的物种，也是第一个能把生命带出地球，或者把地球毁掉的物种。这是力量，也是责任。在这个影片中，我们一路放大视野，从地球到太阳系，到银河，到宇宙网。我们看到地球小到几乎消失，可同时我们也看到，地球承载了非凡的东西：生命、意识、艺术、科学、爱与理解。
大小不决定价值，真正决定价值的是这里发生了什么。所以，是的，地球很小，但它无可替代，它是我们唯一确定的家园。下次你仰望夜空，记得这件事，你看到的星星是银河的一部分，那些星星很多也有行星，我们的星系只是宇宙里数万亿星系之一。地球在这里很渺小，但它也是我们的家园，而家园的重要性从来不靠尺寸来衡量。谢谢你走完这趟宇宙之旅，愿你今晚安睡，因为你正站在一颗小到几乎不存在，却珍贵到足以让整个宇宙都值得被理解的星球上。